哦，已经开始了，哇，刚开始就跑到400多，我700多，1000瓦，哇，这个速度，哇，把后面比亚迪羡慕。Hello， 大家好，我是 JK。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啊，比亚迪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尤其是凭借着可怕的出货量，比亚迪的每一个举动对于行业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尤其呢是在比亚迪的王朝系列里，汉家族作为首款达成售价20万加，并且销量20万加的中国品牌轿车，前阵子呢又进一步推出了覆盖20到30万市场的全新汉 L 车型。这款产品车长超过5米，焕然一新的座舱。C 加级别的乘坐空间，拥有 EV 和 DM 两套动力形式。前者首发了比亚迪目前最前沿的超级 E 平台技术，充电5分钟能够补能400公里，而后者则搭载了第5代的 DM 技术，包含 DMP 王者混动和 DMI 超级混动，最快达到了3.9秒0-100加速。性能和油耗不做取舍，而这注定在比亚迪的产品序列里拥有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呢，我们这次就借到了这辆比亚迪的汉 L EV 4驱旗舰版，看看这款搭载全球首个量产全域千伏架构，能否以2.7秒破百的性能碾碎电车中段加速凌弱的偏见，用5分钟冲400公里的效率将里程焦虑抛向旧时代的尘埃。当智能座舱底盘在匝道划出优雅弧线，当天神之眼驾驶辅助系统在闹市中穿梭，技术参数的跃迁能否成为一个民族品牌对于豪华定义的重新结构？先说第一眼看得见的外观哈，汉 L EV 整体采用了比亚迪全新进化的龙 face 龙颜设计语言，车头细长条的贯穿式日间行车灯，修长的 LED 大灯，以及车尾类似于中国节元素的贯穿灯造型，这些呢或多或少能够从之前的比亚迪汉家族车型上找到一些传承的味道。那无论呢是从正面还是侧面来看，我们都能够看到啊，汉 L 的车头是做的相对低趴的啊，有一种向下俯冲的这个姿态，能让整个前脸显得更有运动感。那这一点对于比亚迪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即便是4驱双电机版本哈，在车头它依旧留了一个容积比较可观的前备箱，像放一个20寸的登机箱或者大一点的背包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它的开启方式呢是从主驾侧手动打开，那如果呢能增加一个电动开启，对于用户来说日常使用的频率和便携性应该都会更好。那同时呢，从车尾标也能看出啊，这辆车是带有比亚迪自研的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功能的，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以及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功能，包括两侧后视镜在开启辅助驾驶时呢，也能够亮起小蓝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另外，汉 L 的4个车窗全部都采用了双层夹胶玻璃，并且车窗与 B 柱也做了一个纯平的设计。那我们这辆呢，顶配的双电机4驱版本啊，还搭配了尺寸不小的4活塞刹车卡钳。最后来尾箱部分看一眼，尾箱的开口不错，但是呢没有下沉式的储物空间，后排座椅也没有办法放倒来扩展更大的尾箱空间。但整体的尾箱容积不算小，那装载能力呢也算是符合这个级别轿车的水平。那就像开头说的那样，汉 L 的外观设计整体依旧是很明显的比亚迪风格，同时呢匹配了一些运动元素，显得呢会更加年轻时尚一些。这个外观大家伙儿喜欢吗？进入车内以后啊，先来看整车的这个装修。车内整体采用了这个织绒的顶棚，竹制的一些饰板，包括皮革作为主要的材料，外加一些高亮的像这种金属以及塑料件作为装饰。整车啊坐在主驾位看上去，它的质感和观感其实都不错。然后呢，中控屏底下这3个孔啊是来放香氛的，通过屏幕能够对香氛进行一个快捷的控制。而且这辆车的内饰啊有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就是不少的这个快捷键都采用了实体按键，无论是这方面的支架、媒体控制，包括这些空调，全都是实体的。甚至在前排的中央扶手箱的位置，汉 L 还配备了一个容积不小的这个冷暖的冰箱，也能够通过这个实体的旋钮控制温度。同样呢，这些操作也可以在中控啊或者通过云助手你去完成。但这些在我看来呢，都是很好的地方，因为在司机没有办法真正摆脱驾驶行为之前，你像很多高频化的这些操作，你就把它做成实体按键，在车内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车内的几块屏幕布局呢，也基本上都是新势力的标准模板了，像这个主驾屏啊、HUD 啊，以及一块中控屏。那主驾屏左侧能够显示这个车辆的状态、近50公里的平均电耗以及累计的平均电耗，右侧可以显示加速计时器、
播放媒体，也可以设置成为全屏的地图导航，能够满足驾驶过程中的不同需求。HUD 呢，面积不算大，但是亮度和显示的内容都特别好。那现在我们是正午的大太阳啊，我现在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并且呢还能够根据驾驶者的这个座位的高低来灵活调整 HUD 的高度，实际体验上是能够给到一个不错的分数的。那视野移到这块中控屏上啊，深度体验过这块屏幕以后呢，我感觉比亚迪现在的车机有很多值得分享的点。首先呢，这个车机啊只有壁纸和地图这两个选项。那壁纸呢会相对简约一些，那地图啊，像我现在设置的这种实用性则会更高。那底部呢是控制栏，上面呢是一些车控的模块，整个车机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实用性很高，没有什么特别花里胡哨的设计。那像业界比较好的车机系统，你像小米和比亚迪这种极致实用的风格不同，小米那边呢有更多的玩法，搭配能够随意拖拽的车模和实车保持一致的操控反馈等等。你可以说这些功能可有可无，但确实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那点击设置进入菜单栏，能够看到啊，一级菜单栏非常的简洁啊，比小米要简洁不少。就这些，比亚迪的车机系统整个用起来，我感觉还是非常流畅的。无论是这个地图导航的缩放，还是你像一些音乐应用内部的滑动，甚至是你像一些应用的分屏啊，说实话要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那在功能性方面呢，我认为车机现在最重要的功能啊，依旧是导航和音乐，这也是驾驶员没有办法摆脱驾驶行为之前最重要的两个功能需求。说多了就是再加上一个能帮忙的语音助手。那比亚迪的车机呢，支持主流的，你像是网易，包括 QQ 音乐，但很明显 QQ 音乐是针对比亚迪车机啊，属于认真适配的。这个看起来画面也比较精细，而网易云音乐的界面呢，则会相对粗糙啊，应该是网易做的车机适配，并不是比亚迪自己进行针对性优化的。那这点呢，我觉得可以加强一下。导航方面呢，比亚迪也采用了高德地图啊，像是常用的红绿灯倒计时也支持，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而语音助手方面，比亚迪确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那小迪的唤醒速度很快啊，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好，小迪。在呢。看，整个的唤醒是非常快的。那开车时呢，为了安全，不方便直接点击屏幕进行操作，也可以在唤醒小迪以后，在车机上所有能看到的都能够进行语音操作。你好，小迪。中午好。1，好呀。暂停播放。行。返回。好的。6。OK。下滑。好。并且也能够针对连续指令进行操作。你好，小迪。午安。打开车窗，打开空调，开始播放音乐，导航回家。行，正在为你打开车窗，空调已打开，温度23度，即将播放音乐。50米后掉头。就用起来呢，和一线的这些智能助手啊，其实区别不大，甚至呢，它还接入了这个大模型，表现也不错。如何看待苏7 Ultra 挖孔的风波？你想问的或许是小米苏7 Ultra 挖孔机盖风波，但有网友用鼓风机测试，发现纸巾纹丝不动。可以，这个更新的非常及时。那汉 L 呢？这套4纳米的车机芯片啊，搭配现在的流畅性，其实也让我对比亚迪的车机有更多的畅想。就如果比亚迪也开始注重过渡动画以及3D 渲染，那我相信啊，比亚迪的车机不仅仅是现在的实用好用，它甚至会成长为行业 T1级别的智能车机系统。那在辅助驾驶方面，仔细想了一下，汉 L 应该算是我试到的第一辆啊搭载比亚迪自研的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的车型，并且呢，激光雷达呢也是全系标配，一上市呢就直接交付了高快和城市的这个领航辅助功能。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俩字可以总结，就是稳定。那目前这个版本呢，在高快场景下上下汇入匝道，包括变道、超车、避让大车以及稳定跟车表现都不错，方向盘的修正也很少，即使是过一些快速的急弯啊，汉 L 也能够保持基本的平稳。那我们测试的时候，其实对比了小米的，小米在相同路况的情况下呢，会更容易通过降低车速来完成这个过弯操作，并且呢，目前汉 L 的城市领航也支持像红绿灯识别，那自动完成刹停以后起步的这个动作。那城区道路的变道呢，以及转弯的操作也相对比较果断。对于第一次接触到比亚迪辅助驾驶的我来说啊，整个体验会让我觉得比较意外惊喜，并且呢，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还发现，比亚迪汉 L 在这种高速的场景下呢，已经可以实现几乎全程的辅助驾驶。而小米呢，我们在同样的路段中测试呢，经常会降低到 LCC， 那需要开一段路才能够恢复。所以呢，在我们测试过中高快速路的领航覆盖方面，
比亚迪的表现甚至是要比小米还要更好一点的。不过在体验过程中呢，也确实发现了目前这个版本还能够在提升的一些地方。那比如说高快场景下辅助驾驶变道的操作，有时候就不果断。那像是从这个中间车道汇入快车道，需要相对较长的距离，这偶尔就会导致在实线前那个发起变道，可能会压线啊，存在这种情况。也可以感受到目前这套策略呢相对保守，安全性的优先级呢会比较高，所以目前这版的辅助驾驶啊，在高速和城市场景下，我们测试过程中都遇到过选错道或者是变道完发现不行啊又变回去的这种无效变道的操作，这些后续呢希望都能够优化好。在短期内啊，辅助驾驶它依旧是一个需要人车共驾的状态，不论是多么成熟可靠的方案，都需要人做好随时接管的准备。不过就像我开头所说的哈，比亚迪凭借着庞大的这个销量支持，只要比亚迪开始认真做，那辅助驾驶的进步速度一定会非常快。因为据我了解啊，比亚迪在中国有着超过400万以上的 L2 级最大的车云数据库，比亚迪辅助驾驶的进步速度一定会随着车辆的铺开更加迅速。除了测试汉 L 在高快和城市的辅助驾驶表现外呢，汉 L 作为一辆5米级别的中大型轿车，停车这件事儿，即便对于很多老司机来说都是很头疼的。所以呢，我们也找了3个场景，一起来看看汉 L 在智能泊车辅助方面的表现如何。泊车开始，请注意周边环境。减速和车尾有点紧张啊，第一次用比亚迪的智能泊车。你别说，停的还挺快的啊。搞定。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辆车的这个遥控泊车哈，现在给它遥控出来。点进去以后呢，正在启动遥控泊车功能，哎，还挺快的，搞定。然后开始泊出，选择了一个方向，让它泊出以后往右面去打，看它泊出以后能不能够，哎，看往右打了，往右打了。哦，正好前面来了辆宝马，看它应该会避让吧。哎呦吼，它停了，它应该是检测到有宝马了。OK， 这辆车过去了，它又继续走了。好，车辆根据我选择的这个方向啊，出来以后向右打正，现在方向盘回轮，这时候你正常上车，开车直接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比亚迪的这个代客泊车哈，我摁一下锁车，它就开始离车泊入了。如果这是个比较窄的车位，比如说你现在啊想直接走，然后你让那车自己停就行了，因为旁边主驾侧停完以后，它会有一辆车，会比较麻烦一点。没问题，进去了，很安全。搞定。那说完了辅助驾驶呢，和大家聊聊汉 L 人驾方面的一些表现。首先呢，在3电方面啊，比亚迪汉 L EV 全系都搭载了全球首款量产的转速超过3万转的后电机。就这台，我现在开的这台4驱顶配版，在此基础上还多了一个230千瓦的前电机，所以它整车的最大功率达到了夸张的810千瓦。那官方宣称它的这个0-100加速最快成绩仅需2.7秒，这你受得了吗？所以说这辆车的动力可以说是极其冗余的。那日常即使放在舒适模式下，你一脚电门踩下去，哎，这个加速的体感其实也是很猛的。那除此之外呢，汉 L 在底盘悬挂方面呢，全系也都是用了这个前双叉臂后5连杆的结构，并且呢也标配了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就能够对你面前的这个路啊进行一个预瞄，来确保车辆通过起伏路面时呢，能够快速调节它这个悬架的阻尼啊、软硬啊，从而提升你整个车在过这些坑坑洼洼路面时的舒适性。并且啊，我还试了一下，你在这个车机里找到云辇这个应用，里面呢可以对底盘啊、悬挂进行非常细致的调节。那这辆车呢，我也调整了一下，调到这个舒适啊，包括运动啊2个极端。那设置在舒适时呢，车辆呢就会有一种漂浮感啊，那对于路面的坑坑洼洼呀，过滤的会更自然。那换到运动时呢，那车辆在过弯以及这个变道时的支撑性又会明显更强，路感呢也会更加直接的反馈到你这个驾驶的座舱里。那适合高速下，像这种情况下提供车辆的稳定性。那并且呢，这辆车的转向手感我是特别喜欢的，日常打转向来并不会觉得松散，没有质感，回盘的力度呢也恰到好处。所以总的来说呢，汉 L EV 在动态方面的表现呢是能够给到我惊喜的，开起来底盘扎实不松散，
悬架总机可调，舒适项既能照顾到家用，运动项也能满足一些驾驶层面的乐趣。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说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这些电车啊，确实是让马力这个参数变得很廉价，但不是什么都得拉到满，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比如这套4驱版本的动力，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就是99.9%的人都是过度冗余的。那生活中不是赛道，那我们几乎用不到这么大的马力。所以汉 L 这款车型在选购上，单从动力层面来讲，如果不是说你对这个4驱有刚需，那我都更推荐大家看看这个中配车型。毕竟单一个580千瓦的电机就已经比大部分双电机车型的总功率还要高了，并且换算到续航以及能耗方面呢，中配应该也会有更好的表现。紧接着呢，我们再聊聊这辆汉 L EV 顶配4驱版在能耗和补能这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续航，测试路线我们选择了从公司到宝安机场这条快速路，全长47公里。出发时表显电量33%，在动态标准下显示能跑166公里。车辆设置成舒适模式，能量回馈强度标准，空调22度，3档风。全程呢尽量都使用辅助驾驶，跟着车流自己开。最后实际行驶48公里后，显示还能跑132公里，续航达成率直接超过了1:1，这个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了。最后呢是补能方面，汉 L EV 这次是首发了比亚迪最新的超级 E 平台技术，官方宣称在兆瓦闪充装下可以跑到最高1000千瓦的充电功率，并且对第三方的超充桩也做了不错的兼容，以及比亚迪独有的双枪快充技术。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测一下比亚迪这个双枪充电的一个场景，这也非常强。这个枪呢，单枪最高功率就是60千瓦，我现在开始一个，大家能够看到啊，主驾这块屏上呢，它这个单枪功率呢已经跑到55.5千瓦了，就基本上已经接近那个单枪的极限了。然后呢，还能够看到啊，它这个车模的上面有2个灯，其中只亮了1个，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插的另一个枪还没有激活。然后现在呢，我就激活插好的另一个枪。另一个充电桩呢也开始激活了，然后功率也开始往上涨了啊，刚刚是55.5是吧？现在是64.3，但别急，很快就会拉满。现在看啊，它的充电功率已经变成了114.7千瓦，也就是说基本上是2台充电桩加在一起的核，所以这个充电效率确实可以说是翻倍哈。如果你在一个充电桩比较冗余，然后但是单枪功率不高的情况下，用这个双枪充电，绝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提升你的充电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华为的600千瓦的超充桩啊，看看比亚迪汉 L EV 能在这个桩上跑到多高的功率。然后大家能够看到吗？这个和双枪充电的界面不一样，它会显示一个超级充电中。大家能够看到啊，现在它的功率稳定在了359千瓦左右。然后它这个电压非常夸张，920多，这个充电补能速度还是很强的啊。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测试一下比亚迪这个兆瓦充电，来看看啊，这个已经非常快的超充桩面前，兆瓦充电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兄弟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比亚迪的兆瓦闪充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这辆车25%的电量。CLTC 续航表显是149公里啊，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大部分人日常充电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大家日常用车也不会跑得那么极限，对吧？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它最高的充电功率能跑到多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5分钟它能补能多少公里的续航？我们来尝试一下。现在的时间是5点37啊，等它正式开始充了，我们大概计个时，我们就看5分钟它到底能充多少。已经开始了，哇！刚开始就跑到400多，我700多，激活了一些，哇天，太快了！等会儿我还没计时呢，我的天。OK， 哇，太震撼了，1001千瓦，哇，这个速度，我手动提前10秒钟计时，暂停。OK， 现在啊，我充了5分钟，它从25%充到了70%。就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更夸张的充电表现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接近没有电开始充，对吧？但我们今天特意选了一个还有25%的电量进行充电，因为大部分人使用电车往往不会像宣传片里那么极限，那哪怕在这种比较接近大众消费者真实用车情况的环境下，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兆瓦充电的功率非常之夸张。所以经过这3个充电场景的测试，能够发现比亚迪力图通过这辆车去打造一个不挑场景的这么一个充电体验。这句话怎么理解哈？就是你想想，
现在我们在兆瓦闪充旁边，这是一个油电几乎同速、非常刺激的一个巅峰拉满的充电场景。这肯定是比亚迪最希望用户得到的一个充电体验。但很多时候啊，你可能没有这么高功率的充电桩，但是别担心啊，哪怕你碰到了只有60千瓦的桩，一个不够，你怼上2个也能把功率直接翻倍。那除此之外呢，面对第三方的快充桩，比亚迪能把兼容性也做好。我们今天也测了华为的快充桩，它的功率也能达到非常高，所以这几乎是一个不挑场景、不挑桩的这么一辆车，只要有桩在，它就能跑到最快。我觉得这个就是比亚迪力图打造的理想中的充电场景。比亚迪汉 L 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自己正经开、正经用的比亚迪车型。在体验它之前呢，我其实有不少的顾虑啊，就比如说开一台比亚迪的轿车会不会智能化很差，会不会驾驶毫无乐趣，会不会完全没有情绪价值。但在实际体验之后呢，我不得不承认，汉 L 这款车的体验是远超我的预期的。它有着出厂就能用的辅助驾驶，日常开起来的感觉很不错，甚至充电的时候，如果能碰到好奇新车型的比亚迪车友，聊起天来甚至都很快乐。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调侃比亚迪的品牌调性，但其实比亚迪早就跳出了性价比的战场。兆瓦闪充、云辇智能底盘和天神之眼辅助驾驶，让关于品牌调性的调侃逐渐变成了对科技实力的惊叹。20到30万的中国汽车市场，如今已是一片红海，但我相信汉 L 这款产品一定会在红海中杀出一条血路。OK， 那本期视频的讨论就这么多。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我是 HK， 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好运，拜拜。